说到地府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阎王，毕竟阎王那可是地府的大老板。但其实地府里还有好多厉害的角色，他们各有各的本事，各有各的职责。今天就来好好看看这些阎王之外的重要人物。一、判官，生死簿的大管家。判官这角色可不简单，他可是地府里管账的大管家，手里拿着一本生死簿，这本簿子可厉害了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每个人的生辰八字、寿命长短，还有这辈子做过的好事坏事，简直就是一本人生档案。传说判官以前是个读书人，生前就喜欢研究生死、因果这些事儿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个好人被冤枉死了，心里特别难受，就天天琢磨着怎么才能让这事儿有个公道。后来他死了，阎王看他这么有正义感，就让他当了判官，专门负责管账、断案。判官的职责可不少，首先，他得把生死簿保管得严严实实的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要是簿子丢了，那地府可就乱套了，人间也会乱成一锅粥。其次，当新鬼到了地府，判官得根据生死簿上的记录，看看这个人生前干了啥，要是做了坏事，就得按照规矩判刑，送到18层地狱里去受罪。要是做了好事，那就可以投胎转世，说不定还能托生个好人家。总之，判官就是地府里的法官，得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一件案子。二、牛头马面，地府的金牌捕快。牛头马面这哥俩，那真是地府里出了名的金牌捕快。牛头长得牛头人身，手里拿着一把大叉子；马面呢，长着马脸，手里拿着一面大锣。他们俩一出场，那气势就特别吓人，连那些胆子再大的鬼都得乖乖听话。传说牛头马面以前是2个兄弟，生前就特别讲义气。有一次，他们看到一个坏人欺负好人，就忍不住出手相助，结果得罪了权贵，被陷害死了。阎王听说了他们的事儿，觉得这哥俩挺仗义的，就让他们当了地府的捕快，专门负责抓那些逃犯和坏鬼。牛头马面的职责主要是抓人，要是有鬼魂不老实，想逃出地府，或者在地府里惹是生非，那牛头马面就得出动了。他们俩一个负责追，一个负责堵，那效率可高了。而且他们俩特别忠心，阎王和判官让他们抓谁，他们就抓谁，从不马虎。不过，别看他们长得吓人，其实他们也有善良的一面。要是碰到一些被冤枉的鬼，他们也会帮着说几句好话，争取让判官重新审查。三、孟婆，忘川河边的心灵导师。孟婆可真是个神奇的人物，她就住在忘川河边，专门负责熬孟婆汤。这孟婆汤可不是普通的汤，喝了它，人就会把前世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传说孟婆以前是个女大夫，生前就特别善良，喜欢帮助别人。她看到很多人因为前世的恩怨情仇，投胎转世后还放不下，过得特别痛苦，就特别难受。后来她死了，阎王觉得她心地善良，就让她在忘川河边熬汤，帮那些鬼魂忘掉前世的烦恼，重新开始。孟婆的职责就是熬汤和送汤，她熬的汤特别神奇，有苦有甜，苦的是前世的痛苦和仇恨，甜的是前世的美好回忆。当鬼魂喝了孟婆汤后，就会变得特别平静，然后踏踏实实的去投胎转世。孟婆虽然平时话不多，但其实她特别关心那些鬼魂，要是看到哪个鬼魂特别难过，她还会安慰几句，帮他们放下心里的包袱。四、黑白无常，地府的快递小哥。黑白无常这哥俩，那可真是地府里的快递小哥。白无常穿着一身白衣，脸上带着笑容，看起来特别和善。黑无常呢，穿着一身黑衣，脸上特别严肃，看起来特别吓人。他们俩一动一静，特别有意思。传说黑白无常以前是2个兄弟，生前就特别热心肠，喜欢帮助别人。有一次，他们看到一个孤寡老人去世了，没人管，
就主动帮忙料理后事。后来他们死了，阎王觉得他们挺善良的，就让他们当了地府的快递小哥，专门负责把那些该死的人的魂魄带到地府。黑白无常的职责主要是抓魂，当一个人的阳寿到了，阎王就会派他们去抓魂。白无常比较温和，他会先跟那个人说清楚，让对方别害怕。黑无常就比较严肃，要是碰到不听话的，他会直接动手。不过别看他们看起来挺吓人，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。要是碰到一些好人，他们也会尽量让对方走得安心，而且他们俩特别讲义气，要是碰到什么困难，他们都会互相帮忙，一起解决问题。5. 地藏王菩萨，地府的慈悲大使。地藏王菩萨可真是地府里的慈悲大使，他发愿要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专门救度那些在地狱里受苦的众生。传说地藏王菩萨以前是个王子，看到众生受苦就特别难受，他发愿要救度所有的众生，哪怕自己成佛的时间再晚，也要先把众生救出来。后来他成了菩萨，就来到地府，专门救度那些受苦的鬼魂。地藏王菩萨的职责主要是救度众生，他在地府里到处走，看到有受苦的鬼魂，就会用自己的法力帮他们减轻痛苦，还会开导他们，让他们放下心里的仇恨和痛苦。他还会跟阎王和判官说情，争取让那些受冤枉的鬼魂重新得到公正的审判。地藏王菩萨特别有耐心，不管遇到多难缠的鬼魂，他都不会放弃，总是想尽办法去帮助他们。6. 钟馗，捉鬼的大神。钟馗这可真是个捉鬼的大神，他长得特别威猛，手里拿着一把宝剑，专门捉那些害人的鬼。传说钟馗生前是个读书人，特别有才华，但因为长得丑，被皇帝嫌弃，没给他官做，他一气之下就死了。阎王看他挺有本事的，就让他当了捉鬼的大神，专门捉那些害人的鬼。钟馗的职责主要是捉鬼，他特别厉害，手里那把宝剑能斩妖除魔，那些害人的鬼碰到他都得乖乖投降。他还会帮人间除掉那些邪气，保护人们的安全。不过别看他平时特别凶，其实他也有善良的一面。要是碰到一些被冤枉的鬼，他也会帮着说几句好话，争取让判官重新审查。地府里这些角色虽然各有各的职责，但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维护地府的秩序，让那些该受惩罚的人受到惩罚，让那些该得到公正的人得到公正。他们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，但其实他们都是善良的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那些鬼魂。下次要是再听到地府的故事，可别光盯着阎王了，这些角色也都很厉害呢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